今天呢，我们來深度剖析 XESS 技術。透過 DLSS 交換器呢，所有的 DLL 文件都已經被我手動替換為最新的版本，確保大家呢都發揮出最強的實力。而且本期視頻呢沒有開啟光追，可以避免虛幻引擎的光追降噪器對畫質分析的干擾。今天呢，在測試分辨率上，因為我使用的是 B580 顯卡，所以呢選擇 2K 分辨率進行一個測試。通過 720P 呢上採樣到 2K， 可以放大 AI 的劣勢，方便我們進行一個對比。那首先呢是《天外世界2》，這是一款虛幻引擎5遊戲，提供純原始畫面進行一個參考。我們看到原始畫面的鋸齒是非常明顯的，那後面的門呢也有閃爍，但是鐳射瞄準器呢沒有拖影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鋸齒是基本消失了，閃爍現象呢也得到了抑制。不過槍管移動的時候呢，鐳射瞄準器有輕微的拖影，槍管呢也像是抹了黃油一樣，把門呢都軟化了。TSR 呢是虛幻引擎自帶的超採樣技術，不過在這裡呢表現不佳，閃爍抑制呢是不如 TAA， 而且槍管與背景的塗抹感更重了。XESS 的槍身邊緣呢同樣出現塗抹，這種遮擋場景呢是目前超分的一個難題。DLSS 呢同樣是無法根治這個問題，不過從畫面的銳度來看呢，比 XESS 要強。那我們一起對比一下，發現 DLSS 啊，它確實是相對更好一些。TAA 的鋸齒穩定度呢其實是最好的，可惜啊畫面的銳度糊一些。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場景，原始畫質呢它的鋸齒閃爍特別明顯，到處都在閃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絕大多數的閃爍都沒了，同時呢還保留了細節。而 TSR 呢就很差了，把原生畫質的點狀閃爍現在變成了塊狀閃爍。這個情景呢我們在之後的四海兄弟還會提到。那 XESS2 呢做的要比 TSR 要好，但是在上面的燈光處依舊存在塊狀閃爍。那這樣的話呢，很容易在玩遊戲的時候對玩家呢進行一個干擾。DLSS 呢也不能完全消除閃爍，但是總體上呢是要比 XESS 要好。我們再來一起對比一下 ，DLSS 的優勢還是比較明顯的。雖然說不完美吧，但是除了閃爍之外，鋼管的材質細節表現是最接近原始畫質的。中間兩個呢就像開了磨皮，看不到車力質感了。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燈牌底下的光柱，原始畫質。那老實說呢，我也不知道為啥這裡呢會溢出一塊，而且呢閃爍是特別的明顯。那開啟 TAA 之後呢，這塊是直接凝固了但是燈條上的鋸齒依舊存在。TSR 呢是把鋸齒給磨砂化了，但是依舊呢有抖動。那 XESS2 這裡呢處理就不是很好，畫面很糊，而且燈光後面的金屬板的紋路細節啊全部丟失了。DLSS 這裡呢是做的最好的，不但相對控制了鋸齒閃爍，而且呢還保留了畫面的紋理細節。我們對比一下就能看出來，在這個場景下呢 DLSS 呢是表現最好的，它是具備 TAA 級別的穩定，同時呢抗鋸齒的效果也要更好。地面上的這個積水呢，原生畫質的細節還是很豐富的，但是它的閃爍很嚴重。那開啟 TAA 之後呢，閃爍是被大幅度的抑制了，但是積水與地面打濕的細節沒了，畫面的磨皮效果嚴重。TSR 呢雖然說是保留了一部分的細節，但是呢閃爍又控制不住了。XESS 這裡的策略呢，也是選擇類似於 TAA 的磨皮，不過呢它不如 TAA 徹底，依舊也能看到閃爍。DLSS 呢這裡表現其實也不行，閃爍沒有得到抑制，而且細節呢其實也是被磨皮了。那我們一起對比看一下，只有 TAA 相對接近原始畫質的表現，而且呢沒有閃爍，但實際上啊原始畫質的它這個質感依舊是最好的。這個貨櫃場景呢，虛幻五祖傳的金屬材質嚴重閃爍了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應該說是得到了有效的抑制。應該說呢 ，TAA 在這個場景下的表現還是不錯的，而 TSR 呢就不太理想，畫面閃爍的範圍呢沒有任何變化，只是它的強度略微下降。XESS 呢對於金屬網的部分處理的還是可以的，但是金屬支柱的部分還是沒有任何辦法。DLSS 呢也是一樣的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，這個已經呢快成為虛幻五的一個痼疾了。那我們放到一起來看呢，目前只有 TAA 才能做到穩定。但是這個時候啊，我們又注意到了一個細節，因為這個場景呢，它旁邊是有一盞油燈呢在點亮這個房間，所以呢，
因為影子的原因，金属網原始畫質它的大部分顏色是很深的、很黑，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是淺色的。而后面的抗锯齿技術呢，都沒有完美還原這一細節，都是非常扁平化的處理，顏色呢是大差不差。這對遊戲的沉浸感來說呢，它又是一個折扣。這種細節的體驗也是目前超分呢需要去改善的。再來看這個場景，後面的手術台呢，還有金屬板上都有噪點閃烁。TAA 呢，這裡依舊是以穩定為主，大幅度的削弱了抖動。而 TSR 這裡呢，還是表現不行，又開始連成塊的抖了。XESS 呢，這裡明顯比 TSR 呢控制的要好一些。但是我注意到啊，無影燈這裡有這種黑色的顆粒出現，這是其餘技術沒有的。相比之下呢 ，DLSS 的穩定度呢再上一層楼，而且呢也沒有這種黑色顆粒出現。一起對比的話呢 ，DLSS 的穩定度表現不錯。不過這裡呢，同樣有一個小細節，我發現這個機器的勾邊啊，超分技術居然畫蛇添足了。那無論是 XESS 還是 DLSS， 都不約而同的加了寬度。那這已經嚴重違背了創作者的意願，應該是予以批評的。這個疑似鏡子的東西同樣是值得觀察。原始畫質呢，它的細節很多，那種質感呢，你是可以體會到的。TAA 呢，它就是上來就是給你來個磨皮兒，但是呢，也沒有徹底抹乾淨，反而呢，畫面看上去一眼糊了。TSR 呢，表現更差，不但畫面糊了，閃爍也沒有減輕多少。XESS 也是一樣。閃爍的範圍呢，疑似還有擴大的跡象。最後的話呢是 DLSS， 依舊很閃。不過鏡子本身的細節保留呢，還是做得不錯的。我們一對比就能看出來，中間二位啊都是模糊家族的。那 TAA 的閃爍程度呢是最低的 ，DLSS 的細節保留是最好的。那接下來的這個場景呢，可以觀察粒子效果與眩光效果。那原生畫質下，眩光效果呢是非常明顯的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眩光幾乎就消失不見了。而且感覺它的火焰粒子啊也明顯少了很多，這就很不好了。TSR 的粒子數量呢是夠的，但是輝光效果沒了，這也太滑稽了。我們只能看到火星，看不到那種粒子效果。XESS 呢它是相對好一些，但是還是輝光效果呢它是小了不少，眩光效果呢也不明顯，粒子呢也有一些拖影。DLSS 呢表现上其實也沒有太突出的地方，上述的問題呢依舊存在。我們也沒有看到太大的改善，我們一起對比一下吧，大家就能看到，沒有技術可以做到比擬原始畫面的效果，它的那種完美的眩光加上粒子輝光的效果，所以說呢，整個遊戲的氛圍啊、沉浸感，開啟那些技術之後呢，還是有一些不一樣。之後呢，我們再來看一下《四海兄弟故鄉》這款遊戲呢，它沒有提供純原始畫質，而是把 TSR 呢作為一個通用的方案。那在靜態紋理方面呢 ，TSR 呢還是有優勢的。但是 XESS 呢表現倒數 ，DLSS 的銳度呢處於一個中間的位置。不過 DLSS 呢它是可以做到完全消除了閃爍，其餘兩個上採樣技術呢都做不到這一點。因此綜合來看呢 ，DLSS 的表現是比較好的。老生常談的3項電線難題呢 ，TSR 的表現就不行了。本來就沒多粗的電線呢，現在動起來基本上是看不見了，細的一批。那 XESS 的表現怎麼樣呢？比 TSR 啊確實是強多了。但是效果呢，依舊達不到我們預期的狀態，玩的時候還是容易被影響到。這裡面呢，最值得表揚的是 DLSS 了。雖然說肯定還是不完美，但是貨比貨給扔啊。就超分技術來說 ，DLSS 可能依舊是把電線處理的最好的。還記得上個遊戲我說的金屬材質閃爍嗎？只要是虛幻五，現在就避免不了這個問題。所以說呢，我也沒轍。XESS 的表現尤為差勁，最上面的金屬細節全沒了。妥妥的倒數第一啊！那近距離觀看桅杆的測試呢，基本上是相當於複雜版的電線難題。那 TSR 呢，肯定是爛中爛了，完全是看不清楚了。XESS 的表現是中等吧，锯齒呢還是很明显的。DLSS 依舊是穩坐第一把交椅，但是依舊難說完美。那另一種高頻信息場景就是房子頂上的瓦片，我們看到 TSR 呢已經是閃瞎狗眼了，這種閃爍呢非常影響遊戲的體驗。XESS 呢這方面就做的相對不錯，但是依舊呢有一些類似於摩爾紋的東西出現，而且呢感覺銳度有一點點的糊。不過當鳥飛過瓦片的時候，會出現像毛筆劃過山水畫一樣的 bug。最後呢是 DLSS 表現呢是異常的穩定，甚至沒有摩爾紋的出現。
除了稍微糊一點之外呢，幾乎是無懈可擊的。但是，一樣會出現有鳥飛過時畫面的 bug， 而且感覺比 XESS 更嚴重。那麼接下來呢，測試一個極富挑戰的項目——開車。我們都看到了，輪胎兩側呀是有印記的，這樣旋轉起來的話呢，理論上會形成兩條清晰的直線。TSR 呢，它其實是有點那個意思了，但是不多，而且呢，與地面之間的模糊呢很嚴重。XESS 呢，只是把這個細節啊搞得快沒了，但不仔細看呢，你看不出來這個輪胎之前是有印記的。那我的評價呢是不合格。而 DLSS 呢，我覺得做的是最好的。它也是非常板正的直線效果，也符合现實生活中呢我們的印象。最後呢是3輛車同时對比 ，TSR 呢有一點點的印記效果，但是呢跟地面之間的區域呢是出現破碎了。XESS 呢雖然說是保持了一定的完整性，但是呢卻模糊了細節。DLSS 呢不但它的完整性是最好的，而且呢還保留了輪胎印的細節，当之无愧的最強。那我們再換一個視角，再次深究輪胎。這次呢我們重點觀察輪毂的輻條。我們發現 TSR 的輻條啊一轉就糊了，這是很多超分技術都搞不掂的。XESS 呢雖然說有一點點的改善，但是還是能看出來糊了，表現不及格。DLSS 表現怎麼樣呢？哇哦，這一根是一根的感覺非常好。我們截個圖對比一下，高下立判了吧？ DLSS 這波表現堪稱完勝啊！我們再來看一下半透明的材質難題，馬車篷布。TSR 上面呢有很多噪點。這個情況呢，大家也是比較熟悉了。XESS 呢，面對這種情況，還是選擇了祖傳策略，那就是糊，一糊遮百醜嘛。但是缺點就是你篷布的細節沒了，我這都是透細的眼兒，你這也看不出來呀。最後的話呢，是 DLSS， 看過上期的都知道，不出意外過你河了啊，沒有一個省心的。不過呢，最後還是拿到一起對比一下吧。如果你要是硬要我選一個的話，我估計會選擇 TSR 吧。漁網的穩定性測試。TSR 直接嚴重不及格，這家伙那個養多少蚊子呀？XESS 這個呢還真不是蚊子，它好像是那種某超音速的黑色物質，在這做布朗運動呢。相比之下呢 ，DLSS 就好多了呀，至少你還能看出來它是個漁網。但是低分辨率的問題呢，它就在這兒，你要是動起來的話，其實呢還是有噪點的。不過呢，這個表現已經是吊打其余二位了。XESS 呢，其實還是有一個讓我非常難蹦的東西，就是這個瀑布。這給我幹哪兒來了？這還是現代遊戲嗎？你這是 PS2 畫質啊？那怎麼才能解決這個滑稽的問題呢？答案就是沒事走2步。哎，你看走2步就好了。古墓麗影呢，考察的是老遊戏的锯齒抑制力。我们看到原始畫質啊，有非常明顯的锯齒。開啟 SMAA 之後呢，大部分的鋸齒都被消除了，但是樹葉的陰影依舊有小幅度的閃爍。TAA 呢，同樣可以很好的平滑鋸齒。但是樹葉陰影啊，也一樣不是很穩定。XESS 這裡呢表現就很一般了，雖然說效果肯定比原始畫面好，但它樹葉的鋸齒沒有處理乾淨，只是套了一個模糊蒙版，但是呢還沒有拉到底。而 DLSS 呢這裡表現是全場最佳。天國拯救2呢 SMA 這組植被與小黃花的測試呢清晰度都一般，但運動的小黃花呢比較自然。XESS 的草叢呢，雖然說銳度稍微高了一些，但是呢有噪點出現了，而小黃花呢明顯更不穩定，噪點明顯更多了。DLSS 的銳度呢是最高的，但是它也同時呢引入了噪點，而且小黄花的外形啊出現了根本性的改变，花蕊的空間呢占的比重很大，看起来呢就像是要枯萎了一樣。我3個加在一起呢，橫向對比一下就能看見，銳度逐漸提升，噪點逐漸增多。最後呢 ，DLSS 把盛開的小黃花呢變成了要枯萎的小黃花。我不知道大家怎麼選啊，反正我個人不喜歡第3種效果。DLSS 我給出銳化過度的批評。FF16 這個場景呢，可以考驗景深的穩定度，原始畫質的清晰度不錯，但是呢有鋸齒閃爍。XESS 這就不行了，一眼糊成狗啊，銳度下滑實在是太厲害了，不合格。而 DLSS 的表現也非常一般，鋸齒閃爍沒有完全消除。銳度也不如原始畫質。我們再來橫向看一下銳度，原始畫質的表現是最好的，其次呢是 DLSS， 最次的是 XESS， 而且差的不是一點半點。原始畫質的毛髮與景深的結合呢是相對正常一些的，但是還是有一丟丟的輝光。而 XESS 就沒有控制好這一點，毛髮的鋸齒變多，與景深的過渡呢也不自然。
DLSS 的毛發銳度呢就還可以，但是一樣在於景深過渡的表現上不如原始畫質，依舊有足夠大的進步空間。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杜姆這個半透明的閃烁測試，這裡 TAA 呢對半透明盾牌的尖刺閃烁抑制的很成功。XESS 的表現就非常的差了，非常明显的能看出来不穩定。DLSS 会比 XESS 呢強一些，但是還是不如 TAA 穩定。TAA 呢它其實是有很多缺点的，但是目前在穩定性方面依舊還是有一定的優勢。蜘蛛俠2的胶皮戰衣的抗锯齒測試，原始畫質呢锯齒很多，肉眼呢能輕鬆看到。開啟 SMAA 之後呢，雖然說是消除了一部分锯齒，但是蜘蛛腿部分的锯齒閃爍呢依舊是沒有控制住。TAA 呢這點做的不錯，基本還算是控制住了，但是代價就是略微損失了銳度。XESS 的抗锯齒效果呢要比 SMAA 要好，但是依舊不如 TAA， 還有很多處理不乾淨的地方。DLSS 相比 XESS 锯齒數量更少且更小，但是呢也還是有殘存的锯齒，也很難稱之為徹底完美吧。不過細心的朋友可能發現了一個事情，就是大腿旁邊的這塊水域啊 ，SMAA 呢它雖然锯齒很多，但是它細節都還在，這種波光粼粼的感覺呢 TAA 呢是相對還原的。而 XESS 以及 DLSS 出現過擬合，把波光粼粼的效果當成噪点幹沒了，以至於玩家實際看到的水面效果是被閹割的，這必須給予嚴厲批評。瑞奇與叮當的毛髮材質測試，原始畫質可以看到有多如牛毛的閃爍，開啟 SMAA 呢僅僅是略微改善1%的效果，對閃爍抑制毫無作用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終於是不閃瞎眼睛了，不過它的銳度啊也有所犧牲。好在這個耳朵材質呢，銳度犧牲之後，它更有毛茸茸的感覺，反而呢質感不錯。XESS 呢也能相對較好的完成任務，但是呢它有老問題，摩爾紋出現了，因此呢它表現是不如 TAA 的。最後的話呢是 DLSS 出現过拟合了，比原始畫質的閃爍還要嚴重，給予批評。那橫向對比一下你就能看出來 ，TAA 的效果呢其實是最好的。但是呢，也明顯犧牲了銳度。要不是考慮到毛茸茸的質感呢，其實 TAA 這種表現也不值得誇獎。這種高密度的草坪呢，原始畫質有非常多的閃爍，非常難以處理。開啟 SMAA， 如開好吧，毫無效果，真的是難蹦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確實是不閃了，因為它直接躺平了嘛。我的草坪它沒有經過我的允許，它就躺平了，所以說這必須給嚴厲批評。XESS 呢，草坪變草海，似乎有一股力量呢驅使着草坪往一個方向蠕動，而且呢畫面細節全無，不合格。DLSS 呢幾乎是與 XESS 是同樣的問題，但是它勝在細節呢，你還是能看出來它是一根的草叢。那我們還是對比一下吧。我也不知道該怎麼選了，反正都挺難受的。飄揚的彩帶場景呢，考驗的是小物體的完整性與鬼影控制。那原生畫質呢，除了有閃爍之外呢，彩帶的完整性是有保障的，而且呢它沒有鬼影。開啟 SMAA 之後呢，在原生畫質的基礎上稍微控制了一下锯齒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明顯感覺到彩帶的數量、顏色的鮮豔度都有明顯的下降，這就是值得批評的。但是它唯一值得稱道的呢，就是穩定。XESS 呢，雖然數量上沒有減少，但是彩帶的完整度、鬼影控制、锯齒閃爍控制、畫面的銳度全面崩盤。路燈呢也出現了鬼影閃爍，給予批評。DLSS 表現呢比 XESS 是稍好的，但是路燈鬼影啊卻是更嚴重了。但是它好在是銳度明顯比 XESS 要更高，所以說呢，如果硬要說的話 ，SMA 可能是這裡表現最好的一組，但是依舊難說完美。死亡擱淺的雨量測試，原始畫質可以看到下得很大，而且箱子上呢是有小水珠的，只是有一些锯齒而已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雨量是幾乎沒有變化，箱子上的小雨珠呢也得到了保留。那開啟 XESS 之後呢，明顯感到雨量是大幅度的減少了，大雨变小雨嘛，而且箱子是異常的乾淨，毫無雨水痕跡了，不合格。DLSS 的雨量呢比 XESS 的稍微多一些，但是還是不如原始畫質。箱子的雨滴細節呢也沒有得到還原，依舊有很大的進步空間。我們再来一起对比一下吧，會更直觀。這個雨量呢確實是有差距的。如果你第一次玩就開超分的話，那這個沉浸感呢是完全不同的。極限競速地平線呢開啟 MSAA， 我們要觀察半透明的後擋風玻璃呢能否可以看清儀表盤還有中控。
MSAA 的抗锯齒效果是不佳的，清晰度呢也一般般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锯齒控制的是不錯的，而且清晰度呢也要比 MSAA 要好，穩定性也不錯。開啟 XESS 之後呢，雖然說它穩定性比 MSAA 要好，也更清晰一點，但是跟 TAA 比起來，儀表盤中控的效果還是要更差，清晰度呢也不夠高。最後呢是 DLSS， 表現不錯，抗锯齒的效果比 TAA 甚至還要更好一些，清晰度也很棒，值得一個好評。我们再把目光呢轉向最後的生還者2這個路燈問題呢也是老生常談了。原始畫質受到金屬網與鋸齒的影響，會出現相當嚴重的閃爍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我們發現路燈的細節沒了，亮度大提升，把金屬網都照沒了，而且呢，畫面還抹上了一層漿糊。僅僅值得稱讚的是呢，就是畫面不閃爍了，但是很難稱之為完美。那開 XESS 之後呢，首先金屬網沒這麼粗，其次呢，清晰度下降嚴重，然後閃爍更嚴重，閃瞎狗眼了。開啟 DLSS 之後呢，問題基本上跟 XESS 是差不多的，不過它的銳度呢比 XESS 高，閃爍程度比 XESS 小。那我們再來一起對比一下。老實說呢，我對這4種效果都不是很滿意。路燈問題呢，依舊是業界需要解決的。這裡的暴風雪場景，我們注意到，除了有下的暴雪，還有很多地面上的積雪被大風吹起來，形成雪霧。辮子呢，原始畫質是有鋸齒的，那開啟 TAA 之後呢，辮子的鋸齒是消失了，而且保留了暴風雪的所有細節，表現是不錯的。XESS 呢，一上來就犯了一個大錯誤，它只有降雪，那開發人員用體積物模擬的揚雪效果呢沒了。你看着雪似乎比剛才的更大，但實際上它的沉浸感呢確實下降了，也不符合內容創作者的需求。而且辮子呢也沒有處理的完美，表現不及格。開啟 DLSS 的問題呢，跟 XESS 是一模一樣的。它唯一的區別呢，就在於它的辮子的處理是更優秀的，非常的清晰而且穩定。那我們來同時对比一下，這下呢就比較明顯了。後兩種呢都是把體積物呢給當成噪點幹掉了，反而是畫蛇添足，自取其辱了。這組艾麗的頭髮場景呢，原始畫質頭髮很糊，邊緣呢也很破碎，背影植物呢也比較模糊。那開啟 SMAA 之後呢，整個畫面的效果只有非常細微的改善，幾乎可以視為沒有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頭髮好像是打了定型的髮膠，穩定性大大提升。雖然說呢會略微糊一點，但是總體的效果呢還是表現最好的。XESS 的毛髮邊緣處理呢其實還是有問題的，而且呢也有鬼影，完整度也比 TAA 要差。DLSS 呢也是一樣的問題，但是銳度呢要比 XESS 要好。但是就這個頭髮的處理而言呢，我覺得還是不如 TAA。還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間。再來看這個孢子粒子的效果，那原始畫質呢能看到它這裡的孢子是上下緩慢浮動的，因為它的質量比較輕嘛。開啟 TAA 之後呢，它就多了很多鬼影孢子，這莫名其妙就多出來一批，這肯定是不及格。XESS 呢也是一樣的毛病，只是它這個多出來的孢子它沒有 TAA 那麼多，你不仔細看是看不出來。DLSS 呢就明顯多了，這已經不是鬼影了。這是鬼孢子大面積出現，很容易出戲。那我們再來看下雨的場景。那這次呢，我們把重心呢放到雨水打到地面上的效果檢查。那原始畫質呢，這裡非常明顯，能看出來雨下的很大。那開啟 TAA 之後呢，落地痕跡稍微有一點點的減少，但是呢無傷大雅。草地的閃爍呢也抑制了，表現是沒有問題的。開啟 XESS 之後呢，壞了。潤物細無聲了，直接把我的落地衝擊呢給吃沒了，堪稱英超級別的雨水回收系統呢是发大力了，沉浸感大大破壞。DLSS 呢效果比 XESS 是強多了，但是還是比原始畫質少，依舊是被 AI 吃了很多。但是它跟同行比可能還是可圈可點的。好了，是时候總結一下 XESS 的表现了。老實說呀，當年 XESS 剛發布的時候，效果還是可以的。但是當競爭對手呢不斷推陳出新，那 XESS 超分的效果呢卻沒有對應的更新。實際上在銳度、穩定性的方面，已經距離先進的上載樣技術呢有不小的距離了，貨比貨給扔啊。雖然說 DLSS 呢它也依舊存在諸多問題，但是相比 XESS 優勢還是非常明顯的。但是很多第一次就看我視頻的觀眾呢也是看到了 DLSS 也並非無懈可擊，那現階段的超分技術呢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。
那我們現在呢，已經是把 DLSS、XESS 的超分全部分析完畢了。那下次呢，我們會聚焦最受期待的 FSR 4.1的超分效果，敬請期待。如果你覺得这一视頻呢是你看過的最詳細的 XESS 的分析視頻，歡迎點個關注3連支持一下。那如果你呢還想大力支持偵探頻道的發展，也可以給我充電會員啊。這期視頻的4K 無損版本呢，我會作為回禮給到會員朋友。那我們下期再見吧。